我们打算生12个。12个？生12狗是能养，但你不累啊？这有什么累的？你去打听打听，季家村谁家没有10个8个的？再说我们西西能干。西西是能干，生12个，我怕你身体吃不消呀。我不怕嘞，有付出才有收获嘛。生12个，哼，能卖不少钱吧？卖掉？不错，生完之后就去阉掉，免得到处发情。走吧，我们去准备一下。你就是顾少廷，长得人模人样，怎么净不干人事呢？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为什么不要我们村的鸡了？你说什么呀？今天不做这个生意。以前都做，凭什么你来了就不做了？不行，必须给我做。这种事情可是犯法的。我们的鸡都是定期体检，合法合规。行，我知道你的目的，但你要帮我搞定我妈，多少钱我给你就是。什么玩意儿？搞定你妈？啥？我没听错吧？你让我气你妈？没错，她逼迫我相亲，也只有你这样的能打消她的念头。我哪呀？我告诉你啊，我在我们村那可是村花。行了，打住，你就说你干不干吧。只要我干了，多少钱都给。定金干不干？我好歹也是我们杏花村的鸡王，什么镇长没有见过啊？区区这点儿，够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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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不干？干！妈，相亲对象给你带回来了。回来了。少廷，你女朋友挺别致啊。阿姨，你这兰花种的可真好啊！真识货，我这可是兰花王，它的价值啊值70万。多少？我的兰花王70万！哎呀，完了，闯大祸！出绝招！对，老妖婆！哎，这你带回来个什么东西啊？妈，她可是他们村最厉害的大仙啊！我告诉你啊，老妖婆，你们家进了脏东西，如果你不管，你就会和这盆兰花一样，头发掉光，然后嗝屁。什么脏东西啊？天机不可泄露。哼，我70万的兰花，你说拔就拔，还敢咒我头发掉光死掉？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你休想走！哎呦，我说，那脏东西是个女的。女的？对，女，还有些年。长什么样子啊？说细节。穿着一身青衣服，手里拿个扇子，站在这菊花园中。神了，太神了！这就是我早前收藏的一幅古画，跟你说的分毫不差。怪不得我最近睡不好吃不好。西西，你可太神了！我这也行？你真的是我的贵人呐！刚进门就救我一命。既然知道，还不上茶？好，上茶。怎么回事？怎么全对了？我懵的，我真懵的，我怎么知道全对了？现在要怎么办？别担心，大胆干，我给你兜着。来，西西啊，这个镯子呢，是少廷奶奶传给我的，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你得好好收着啊。这不行，阿姨，太贵重了。看你就不是个贪图富贵的人，比某些女人强多了。
是干什么呀？什么传家宝？我看就是个垃圾。纪晓溪，你敢毁我传家宝？我呸！是传家宝，一看就是个假的。神了，太神了！天佑我儿啊！这就是个假镯子，真镯子吧，早些年被我弄断了。我是怕少廷爷爷生气，就弄了个假的。这么些年，就你给认出来了。什么？小溪真的是我的准儿媳妇儿啊！妈，顾少廷，你现在马上和小溪去领证，我好安排个日子，让你们结婚。不行，为什么不行？他是个做鸡的。对对对，我们家3代单传，传女不传男。我可是我们村的鸡王。做鸡怎么了？想学还学不会呢。西西，你现在就教教我，来。妈，这不行学，妈，妈。做鸡呢，首先要看外表，其次是姿态。只有满足这2条，客人才能尽兴而归。纪晓溪，顾少廷，你干什么你？原来你说的做鸡是做这个鸡。不然呢？纪晓溪，你还记得你来这是干什么的吗？哦，老妖婆，我还有事儿，先回家了。慢着，现在啊，小溪已经是我心中的准儿媳。今天我做主，你们赶紧把证领了。这怎么可能啊？我们第1天认识。我给你们1个月培养感情，你把小溪带到你办公的地方去。她是个村姑，有什么职位适合她呀？妈的话你都敢不听了？喂，什么？行，我知道了。怎么了？客人吃了咱们的鸡，进了医院，现在舆论很不利，好像是原材料出了问题。那这可是大事啊！我们顾氏集团不能有一丝污点，你赶紧去查。哦，对了，小溪不是世家养鸡吗？他一定可以帮忙的。我先回家。走什么走？跟我去公司。怎么？就你有力气啊？你再像这样的话，我告你绑架了。只要你乖乖配合我，跟我回公司，我就放了你。要我跟你去公司也可以，那你必须答应我，以后我们杏花村就给你们顾氏集团供应鸡了，怎么样？只要你们村子的鸡符合我们的标准，我就和你们签合同。好，一言为定。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顾氏集团首席见鸡师。见鸡师？不行啊，你这一声太土了。顾总，给你个惊喜。顾总，这气势可不比露娜差呀，真可以出手啊！去，说什么呢？快点儿，我要上厕所了。哎，这人谁啊？跟顾总这么暧昧？听说顾总最近在相亲。给我闭嘴！顾总的女人只能是我蒋中的。少廷哥哥，这个女人是谁？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集团的采购总监陆瑶，这是我们公司集团新来的见鸡师姬小溪。你好，我叫姬小溪。少廷哥哥，这个女人跟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就不用管了。这次原料出了问题，如果我查出和你有关的话，我饶不了你。少廷哥哥冤枉啊！我们选的都是最健康的鸡，怎么可能会有安全问题？肯定是他们瞎说，省了钱。是不是瞎说？查一查不就知道了？小溪入职的手续交给你们了，照顾好她。5分钟之内，我要知道这个贱人的所有信息。纪晓溪，给我等着！
陆总，纪晓溪的身份已经查出来了。不过一个土包子，我还以为多大来头。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真是没礼貌的东西。先倒杯水。你是不是有病啊？这是陆总的杯子，叫你去倒水，是给你自己喝的。不然呢？给你喝？你们也没残疾，这杯子我管你就是。你怎么说话的？我是你们顾总请来的，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的话，那就找顾总说去吧。我要看一下你的原材料，准备去吧。陆总，怎么办呢？好啊，那我就让他尝尝我的厉害。你过来。这就是我们选的鸡，有什么问题吗？就这种鸡选给客人吃，简直是丧尽天良！我可警告你，没证据别乱说话。我的眼睛就是证据。我说你记，这只鸡气泡体是支原体，得用多烯加肽万。这只鸡脚软，容易死亡，得补钙。给客人选这种鸡，这可都是病鸡啊！难怪客人吃了会出问题。顾氏集团声誉就是被你们这种人给毁的。纪晓溪，我警告你，你最好弄清楚你自己的身份。你可要想清楚，这些话说出来会有什么后果。我也告诉你，我家世世代代养鸡，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想要干什么勾当。像你这种心术不正、脏心眼的人，才应该知道什么是后果。你一个乡下来的，可这么跟我说话？今天我饶不了你！哎，陆总，我们还有绝招呢。对，那就请我们尊贵的鉴鸡师再鉴别一次。如果你鉴别对了，我今天就饶了你。请吧。陆总，放心吧，这只斗鸡绝对让他付出代价。请吧，尊贵的鉴鸡师。竟然是一只斗鸡，来者不善，亮相吧，我的小宝贝。区区一只斗鸡，也太小看我了。哇！这就是咱们这儿最厉害的斗鸡，你有没有搞错？这是暴龙，它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真是两个废物！你们可真是煞费苦心。我再重申一遍，我可是我们村的鸡王。莫说是一只斗鸡，就算是一匹野狼，也要臣服。你们不然休坏我。闪击，进攻！是陆总叫我这么做，不关我们的事啊！搞定！快点，把他给我抓走！抓他！纪晓溪，我杀了你！陆瑶，你被开除了。少天哥哥，你因为这个尊姑要开除我？很明显啊，证据都在这儿了，你有什么好说的？就算我有错，难道你不顾及我姐的情分了吗？今天就算他在这儿，也保不了你。顾少廷，你对我妹妹做了什么？姐姐，你终于回来了，你可要替我做主啊！露娜，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不欢迎？要不是我提前回来，
我还不知道我妹妹被欺负成这样。谁欺负她了？明明是她欺负我！你闭嘴！姐，就是她，是个村姑。顾少廷，你竟然因为一个外人欺负自家人！不关别人的事儿，是他以次充好，拿病剂卖给顾客。怎么可能？瑶瑶不是这样的人，肯定是被别人陷害的。你自己看，这眼睛这脸，是不是病机？别过来，别过来！好，就算是这样，瑶瑶也不是这样的人。难道你我之间的情分还比不上这里的一只鸡吗？露娜，我们早就分手了。谁说的？我没同意。我明确的说过，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认。好了，既然我们是一家人，就把这个挑拨离间的村姑给我开除。其他的事儿，我既往不咎。对，开除。开除就开除，待在你们这个破公司，我还不如回乡下喂鸡。但是顾少廷，你答应过我的事情必须做到。不许走！凭什么听你的话呀？你要是走了，我就不给你们村投资了。你不讲道理呀！我就这么不讲道理。姐，你看他们那个模样，他们肯定有什么。少廷，我要你一句话，姬小溪到底能不能开除？不能。为什么？难道跟他发生了什么吗？他来上班是母亲的决定。哦，可以。你想赶他走的话，那就自己和我母亲说吧。少廷哥哥，你明明知道董事长不喜欢我姐姐，你还……不开除可以，让他给瑶瑶道个歉总行吧？我凭什么给他道歉？我又没做错什么。对啊，他没做错呀，他找到了原料问题的所在，不仅没错，还有功。姐姐，你看他那么讨过那个村姑，他一定有事。不可能，少廷不可能看上那个村姑。好，不道歉可以，来日方长嘛。少廷，我今天回来，你不准备为我接风洗尘吗？两个人吃饭也没意思，不如叫上瑶瑶和姬小姐。不行。哎，好啊，一起去呗，正好我饿了。姐，你为什么要带那个村姑啊？瑶瑶，你不是想报仇吗？等着看戏吧。普罗旺斯香草鸡蜗牛，还有一份意大利肉酱面。我有电话，一会儿回来。好，我按照你的喜好点。看到了吧，姬小溪，我姐姐可是会10国语言，不像你，连法国菜单都看不懂，简直是云泥之别。你简直是粗鲁又无知，站没站下，坐没坐下，笑起来还露牙花，连我姐姐一根汗毛都比不上。别说的那么直白，我说错了吗？他只不过是少廷哥哥用来刺激你的工具，少廷哥哥是不会喜欢他的。他这种人，舔少廷哥哥的脚趾都不配。姬小溪，我今天让你来呢，就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识趣的话，就拿着钱赶紧离开这里。喂，和你说话呢。你干嘛扔我的牛排啊？姬小溪，你疯了吧？瑶瑶，你没事吧？瑶瑶，干什么呢？少廷，你看见了吧？我还在这里，他就这么欺负瑶瑶。我不在的时候，还指不定怎么样呢。对啊，我就欺负他，怎么了？你真当我杏花村小辣椒是吃素的？少廷，你说句公道话呀！不用说了，你们玩，我走。哎，敢抢姑奶奶的包，你胆子也太大了！算我倒霉。别追了，拿到了，算了吧。你不去陪你前女友，来这儿干什么？来这儿干嘛？哎，我知道你不会主动欺负别人的，啊？我都看到了。哦，没事，宝宝，去吃饭吧。
算了，看在你帮我拿回钱包的份上，我带你去个地方。看起来好像不太卫生啊。小伙子，说话可要负责任啊！哪里不干净了？哎，我不是这个意思。算了算了。你吃不吃？我不吃，我不饿。那我自己吃了。最后一串，确定你不吃？我就吃一口。你吃慢点儿，那个烤蚂蚱我还一个都没吃呢。你吃的慢怪我吗？是我的。哎，给我！抢不到。给我！喂，别告诉少廷我提前回来了，给我弄一身保洁服。听说我孙媳妇儿从国外回来，我要和她耍耍。哎，这就是我孙媳妇，越来越漂亮了，先试她的性子。哎呀！没看见。走你！谁呀？不好意思，你个老不死的，怎么干活呢？没长眼睛吗？我帮你擦一下。滚开！哎呦！哎呦，好身手啊！爷爷，纪晓溪，剑击师，有意思啊！纪晓溪，你怎么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怎么，你怕了？我怕你？笑话！我堂堂陆氏千金，会怕你个村姑不成？纪晓溪，你不好好工作，来这里做什么？我还不是看你们把人家老人家推倒了，他这么大把年纪了，摔下可不得了。难怪总有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是找到本家了？你和他一样，一身穷酸气。纪晓溪，这里是公司，不是你家，更不是你大发善心的地方。我堂堂一个总监，你竟然为了一个保洁和我们顶嘴，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吧？怎么，保洁就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了？我帮助同事有什么不对？生而为人，怎么还分3、6、9等啊？我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装傻。你这种行为粗劣的村姑和这种浑身脏兮兮的清洁工在一起有什么区别？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们怎么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顾少廷都没有你们2个交情，他昨天还和我去吃路边摊呢。什么？少廷和你一起去吃路边摊了？怎么了？谢小溪，你到底给少廷哥哥灌了什么迷魂汤？他怎么可能会去吃路边摊？女娃娃，你认识顾总啊？是啊，顾总嘛，人还不错，比他们2个强多了。我带你去找他，让他送你去医院。谢小溪，你是要去找少廷告状是吗？姐姐，别当点废物，先把这个老家伙赶出去，再收拾纪晓溪。女娃娃，和这个王母呀，瞧好了。哎呀，不要开除我啊！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容易呀！哎呀！没事吧？哦，原来是演的。姐姐，他碰瓷啊！要不要打120，把这个瘟神送走？
不能打，打了会影响公司的声誉。是你害我的！你别碰瓷啊，我可没碰你。明明就是你推倒了他，你到这儿的监控都是摆设吗？瑶瑶，快去把监控删了。哦，好。你过来！你别过来！陆总监，我看他这个样子不像是晕倒，是什么？是中邪了。什么？你在开什么玩笑？我老家很多这样的，是你把他推倒的。如果你治不好他，他会一直缠着你的。你是在忽悠我吗？信不信由你了，但是半夜睡觉的时候记得关好门窗哦。我该怎么办？听我的，蹲下，青蛙跳。拿命了！快跟我念！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快念！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好，现在给他按摩吧。什么？我还要给他按摩？不愿意啊？那我也没有办法喽。走喽。拿命了！哼。我都按了这么久了，应该可以了吧？死老头子，竟敢让我按脚！你给我等着！你没事？你们耍我！小姑娘，对不起啊，你推我、骂我，我都不追究了。臭话，你不追究，你算什么东西啊？我竟然被你们耍得团团转，我这辈子就没这么丢过人！你怎么可以打老人家？我打他，打你可以吗？行，这一巴掌我受了，就当我们戏弄你的补偿。你别为难老人家。小他妹，来人！陆总监有什么吩咐？把他们两个给我赶出去。这顾总知道吗？顾总不在，我说了算。怎么，我连开除一个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吗？你凭什么开除我？凭这里我说了算。不要以为你迷惑了少廷，我就拿你没办法。我告诉你，顾氏集团是我陆娜的天下，你们只要从这里走出去，以后就别想在北京找工作。他权力已经这么大了吗？姬小希，你在顾氏集团工作的日子到头了，回家种地去吧。山鸡就是山鸡，永远别想做当凤凰的美梦。我可以走，但绝对不是这种走法。把这个乡巴佬和这个老头赶出去。小希，爷爷，快放开！这是我爷爷。什么？我就是少廷的爷爷顾正伯。你们有钱人就是会玩啊，连我都被你骗了。什么？怎么会？顾老爷子不是在机场吗？爷爷，您怎么又来微服私访啊？不出来不知道，一出来吓一跳啊！我们顾氏集团什么时候成了某人的天下了？少廷不在，我暂时帮他管理一下。我还没问呢，为什么我来的时候，小希和我爷爷被保安架着？露娜，是不是你让保安干的？我……姐姐，监控已经删了。少廷哥哥，什么监控？啊，就是他们推老爷子的监控。姬小希，你少在这里信口雌黄！爷爷，我不是故意的。露娜，你太让我失望了。少廷，我真不知道这是顾老，我要是知道了，我肯定鞍前马后的伺候啊！我怎么会推他呢？就算不是我爷爷，你也不能这么干。你怎么变得这么毒恶？一点都不像我之前认识的你了。少廷，你怎
么可以这么说我？少廷啊，这样的女人绝对不能进我家门。爷爷，我们早就分手了。好，分得好，分得好。我听说你在公司里面有了女朋友，她是谁呀？就是他呀。这个女娃娃我喜欢，立马结婚。哎，不是，顾总，你这样未免也太草率了。爷爷，我们才刚认识不久。哎呀，培养感情嘛，把她带到你的别墅里面去。爷爷，我有洁癖，我没法跟别人住在一起。哎呦，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不听我的话喽。您怎么又玩这出啊，爷爷？哎，好，我答应你，让纪晓溪回家住。我还没答应呢。之前答应的条件翻倍。得嘞。啊！那个今天有点脏啊，平时不这样。这样的家我可住不下。来吧，叫个保洁就好了。哎呀，劳动最光荣，懂不懂啊？请叫我田螺姑娘。哎，对了，你们浴室在哪？我洗个澡，一身汗。右手边是你房间。知道了。那就是这边。你干什么？你怎么跑别人房间啊？你不是说右手边吗？你别盯着看了，快出去！你这种身材我看多了，你一个大男人，你害什么羞啊？哎呀！我安排你从小和顾少廷一起长大，为的就是把你嫁进顾家。你倒好，被一个村姑抢了男人，你个没用的东西！爸，当初是您说顾家有危机，让我跟他分手自保，那我现在也不至于。哎，还敢顶嘴！爸，你放心吧，我这次回来呢，就是跟少廷和好。现在顾家上上下下都认准了那个野丫头，你有什么办法？办法是有的，我查到姬小溪有一个前男友。孟书柏，纪晓溪，真的是你啊！没想到你在这儿。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你的职位是？啊，我在这个公司当见机师。你呢？不愧是你，我是营养师。那以后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那个男人为她吃蛋糕，他们还共有一个手。他刚才对那个男人笑，他从来没有对我笑过。他们又在聊天，我雇他们来就为了聊天吗？顾总，你已经在这里看了半个小时了。没事，我不心疼。我的意思是，你能放过我吗？我疼。顾总，您在生气什么呀？这个孟书柏是顾老推荐过来的。
有他在姬小姐身边，不挺好的吗？去，给我查清楚这方书柏的底细。顾总，我哪里说错了吗？没事，你继续。接下来都由我公司全权负责，直到项目结束。顾总，这是关于孟书柏的所有信息。985，留过学，得过奖，这履历很一般嘛。您再往后看，姬小溪前男友，怕不是要旧情复燃？不行，我要把他调走。这你得亲自和顾老说，是他让孟书柏和纪晓溪一起工作的。不应该啊，爷爷不是要撮合我们俩吗？这是为什么？您不会是动心了吧？我不是，你别胡说。我是担心他跑了之后，我妈要介绍新的相亲对象给我。不行，不能坐以待毙，我去看看。别重逢，先来一瓶二锅头。你那点酒量能行吗？看我直接把你干趴下！来呀！来，干杯！干杯！他怎么笑得这么开心？顾总，您还要看到什么时候啊？我看他们两个就是普通朋友关系，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不行，万一要是他喝醉了，占他便宜怎么办？哎，我跟你说，你还记得我们大学时候那个谁？啊，我想起来了，那时候你可这么熟？对，就是。好像有耗子。哪有耗子？不对，真的有。这里有只大耗子，大耗子，大耗子的脸还有点好看，哎，顾总，你怎么在桌子下面？捡东西了。对。大耗子，抓到了，大耗子，今天我高兴，全场他买单。好，把单买了。他有点喝醉了，我送他回去。你也喝醉了，怎么送他呀？我打车送他回去。你知道他们家在哪儿吗？我不知道。我告诉你，以后不许这么晚约他，不安全。特助，你这是在干什么？帮我脱衣服好不好？男女授受不亲。可是我喜欢你啊。我喜欢你啊。这觉没法睡了。
孙特助，我要追求姬小溪，把你的泡妞秘籍统统交出来，展现自己作为男人的魅力。顾少廷，你在干什么？每天早晨我都会坚持锻炼，已经有10年了。你看，强壮。神经病！啊，你要去哪儿？上班。上班之前，请你帮我一个忙。你又要干什么？等我。好看吗？仅用2个字形容。不好看。顾少廷，你是要转型做模特吗？我是想让你知道，我的风格比较多变，可甜，可盐。傻叉，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事儿呢。我要去上班了，你自己在这儿放着吧。哎，还真是个让人难以捉摸的小丫头呀！展现自己的脆弱。等等，我为什么一定要真感冒呢？我可以把温度计扔热水里啊！我好像发烧了。42度，你怎么烧这么厉害啊？好好躺一会儿，我去给你拿点药。我刚刚已经给孙特助打过电话了，我去趟公司，晚点就回来。你手没事吧？我看一下。我现在真的需要你，你能先别走吗？好，我不走了。来，你再用体温计测测体温，我去给你做饭。漂亮！哎，我那杯子忘拿了。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把体温计放在水杯里啊？你骗我是不是？不是我。哼，果然被你骗了。你就是想让我伺候你。不是，你听我解释。顾少廷，我没有义务陪你玩这种大少爷的游戏，你自己玩吧，再见。小溪。顾总，我刚进来的时候，看见姬小姐气冲冲出去了，你在做什么呀？你还好意思说？啊！你这什么泡妞秘籍啊？把她气走了！啊？气走了？我的办法一般都是百试百灵啊！嘿，这个姬小溪果真不按常理出牌啊！应该怎么办？最后一招，也是绝招。强吻。哎，谁让你强吻啊？制造氛围，这氛围一到了，这不水到渠成的事儿吗？哎，老板，我告诉你个真理啊，如果一个女的被强吻，她没把你当流氓，那就证明啊，她没有那么想。这反之吧，说明她喜欢我。哎，对喽，懂了。哎，那这个氛围感，我教你啊。你行吗？小溪，在这荒芜的土地上，自从你走过之后，便奇迹般的生长。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原本如此贫瘠，却因为你而充满了光彩。
小溪，玫瑰是红的，紫罗兰是紫的，糖是甜的，而我能是你的吗？哎，别愣着呀！接下来该亲自了。哎，别忘了，眼神放电。放电。你们在干什么？小溪，我们没有在干什么。啊，要不是我忘带东西了，都看不到你们这么震撼的一幕啊！怪不得你让我假扮你相亲对象。原来是这样，合理。合理什么合理啊？你在想什么呀？哎，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哎呀，放心吧，我是不会告诉爷爷的。现在的社会多开放啊，保不齐他们哪天就同意了，然后你们就可以去国外结婚。你在说什么呀？我都看到了，你之前一直不相亲，就是因为孙特助吧？哎呀，我觉得你们俩还挺般配的。哎呀，姬小姐，我和顾总真不是一对呀！天哪，我做错了什么呀？我还要解释我自己的取向。哎呀，哎呀，不用不好意思啊，我都看你们俩亲了。我那是在……哎呀，行了，不用解释，我都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俩了，我先走了。季小溪，你要误会到什么时候啊？我喜欢的人是谁，你还不知道吗？孙特助啊，你们俩还挺明显的，一直形影不离。你欺负我！这下你知道我喜欢的是谁了吧？你什么意思？我喜欢你。喜欢我？还要说的再明白一些吗？顾少廷喜欢姬小溪。我之前每天上蹿下跳的秀肌肉、去换装，都是为了吸引你注意。刚才也是，我在和孙特助练习如何向你表白。你装病也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刁难你，而是想让你心疼我。只有你心疼我了，你才会留下来陪我。你是傻子吗？我不傻，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姬小溪，你喜欢我吗？我不知道，你让我消化一下。你不会对你那个前男友旧情难忘吧？谁？还能有谁？孟书白。我跟他大学就谈了10天恋爱，我现在跟他就只是普通同事而已。那你要消化多久？1个小时？1天？还是1个月？哎呀！啊！还要说的再明白一些吗？顾少廷喜欢姬小溪。中午怎么就吃这个呀？走啊，去食堂吃饭。不用了，我想一个人静静。好吧。顾少廷竟然喜欢我？西西，真的是你啊！你怎么在这里？你们怎么来了？我陪你大姑来送你表姐，你表姐出息了，在顾氏集团找了份工作，今天刚来上班。真是太好了，大姑，恭喜你！是啊，我们小月就是有出息。哎，大姐，你不是说你们家小溪在城里找了个工作？哎呦，这吃的是什么呀？连点荤腥都没有。不是，大姑，我最近没什么胃口。哎呀，别胡说了，你这孩子打小就爱吃肉，是不是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哎，大姐，你也真是的，咱俩什么关系啊？你还和我吹牛？早知道小溪混得这么落魄，我就让小月帮衬点了。大姑，我在这儿有工作的。行了，别吃了，这些
我们家狗都不吃。走，大姑带你去吃好吃的。大姑，你说带我吃顿好的，就是吃拉面。拉面好啊，大冬天的吃了暖和。随便点，别给大姑省钱。请你吃顿好的是假，想炫耀是真。我都听了一路了。妈，你都忍了他多久了？难不成一直忍他啊？都是自家亲戚，能怎么办啊？待会儿我就点几只大闸蟹，再点几瓶好酒，宰他一顿。知道你花样多，但是那是你大姑，还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可不能瞎搞啊！好。哎，小希啊，你是不是瘦了？以前胖乎乎的，多喜庆呀！你看现在面黄肌瘦的，哎呀，来，多吃一点儿。一会儿啊，大姑走了，你就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了。谢谢大姑。你这镯子挺闪的，这是我们月月买的，漂亮吧？漂亮，挺漂亮的。小希呀，你什么时候也给你妈买一个呀？想买随时都可以啊。好大的口气，这可是上万的，你买得起吗？买个假的都费劲吧？哟，这么贵啊！小月真舍得，小月真是个好孩子，你有福气啊！我们小月说啊，她马上就拿高薪了。哎呀，不差这点钱的。不像西西，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起，还得大姑接济。小希，你别介意，大姑是心疼你。当初你还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呢，你看看你现在，要钱没钱，要工作没工作，要对象没对象，成天跟鸡打交道。那养鸡是女孩子该干的事情吗？大姑啊，早就想说你了。每次啊靠近你的时候，有一股鸡屎味，臭的嘞。哎，这话就过分了啊！我们西西养鸡怎么了？是谁给村里带来第一桶金的？哎呦，大姐，我没别的意思，你怎么还生气了呢？一点玩笑都开不起。你说我可以，但是不能说西西。西西养鸡也好，打工也好，讨饭也好，她都是我的宝贝女儿。哎呀，大姐，我没别的意思，你也知道我口直心快，我也没有坏心思，我只是不想看到西西混得太落魄。那西西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一定给西西介绍好工作。哎，对了，要不回村去给姥姥家看孩子，他们家正好缺人。看孩子？你让西西去看孩子？不想看孩子，那就去厂子拧螺丝。刚好那老吴家开了个工厂，缺人。谢谢大姑的好意，我现在呢有工作，有地方住，我们回去吧。走。去哪里啊，西西？回家啊。哎，小希，你在城里有家啊？是我住的地方。哦，你有地方住啊？在哪儿？哎，关你什么事儿啊？哎呀，带大姑和你妈去看看呗。你妈千里迢迢来这儿，哎呀，都不带她去看看，可别怪大姑挑你理呀。是啊，让妈看看你住的地方，如果住得好，我就放心了。不行，你不会又骗我们吧？我没有骗你。那就带我们去呗。好啊，我带你们去。爸的，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既然阿姨想去，那我就带你们去。你是谁啊？阿姨好，我是姬小希的追求者。哎呦，小希现在出息了，都有追求者了，还一表人才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帮谁打工啊？我不打工。不打工，那就是无业游民了。怪不得追求小希呢。哼！哎呀，走。你在这儿瞎说什么呢？我没瞎说呀，我是在追求你，而且我确实没打工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要干什么？刚才憋坏了吧？我给你出口恶气，如何？你不能告诉我妈，
你是顾少廷。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以为是你破坏了我们村的生意，对你很不满呢。那你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呢？我还没来得及啊。那你什么时候打算把我介绍给你妈妈？我为什么要把你介绍给我妈？可我都把你介绍给我妈妈和我爷爷了呀，这不公平啊！这还不是被你逼的吗？可我就是想帮你出气啊。出气就不必了，我妈呀最在乎亲戚关系了，而且我也不想跟他们计较。好啊，行，你高风亮节，恶人我来做。西西啊，嗯，这是你住的地方？对，他平时就住在这里。小西，你中彩票了？没中彩票，怎么买得起这种房子啊？小西，你跟大姑说实话，大姑不怪你。你是不是觉得面子过不去，租的这个别墅啊？大姑啊，这样的别墅租一天也得上万呢。哦，我知道，那你在别墅给别人当保姆？大姑，怎么在你心里我不是月嫂就是保姆啊？哦，小西啊，你真是这家的保姆吗？那快走吧，小心主人回来骂你。这里的主人不会骂他的。真的吗？我听说有钱人家可会磨砺人了，听说他们连鞋都让别人脱，饭都让别人喂呢。妈，也不是所有有钱人都是这样的，也有人很好的。说的好像你见过有钱人似的。小西，不是大姑说你，你现在怎么变得越来越虚荣了呢？做保姆就做保姆呗，还不好意思说。哎呀，我和你妈一直以为你在城里当白领呢。大姑，你这说一路了，有完没完了？我也就是说说，你还不高兴了？小西，就你这性格，别说找工作了，连对象都谈不上。还真不是，我就喜欢这样的性格。哎呦，你这小伙子怪有意思的，你喜欢他什么啊？他的优点可多了，他善良、可爱、聪明，还有趣。只不过他现在还没答应我的追求。哎呦，这么帅的小伙子你看不上，那就介绍给我们小月呀。您不是看不上他是无业游民吗？来我看，高高大大的，肯定能干活。哎，我们小月呀，可比西西漂亮多了。她还有正经的工作，然后性格也好，怎么样？要不见见她？大姑，你别闹，人家什么身份啊？给你当赘婿？哎呦，什么身份啊？不就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小白脸吗？能让他当赘婿，就是抬举他了。我们家养猪的，只要你好好干活，以后啊吃穿不愁。大姑，你死了这条心吧，他是不会给你当赘婿的。哎，你这孩子，你自己不愿意，为什么不让给小月呀？哎呦，我告诉你，我们小月呀，马上就要去顾氏集团了，到时候什么优质男青年没有呀，都排着队等着他呢。像他这样的，也只有我这种视金钱如粪土、淡泊名利的人才能看得上，能看上他是他的荣幸。小伙子，你说呢？那阿姨，她在顾氏集团上班？对呀，怎么样，厉害吧？厉害，当然厉害。所以说呢，你要不要见见他呢？见，肯定要见。什么？哎呦，就等你这句话了。我已经打电话了，小月在路上了。妈，你把我叫到这里来干什么？说是有急事儿。妈，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给我介绍无业游民？表姐，我劝你别乱说话。易小溪，我妈说你现在可落魄了，怎么你落魄就拉我下坠啊？这个无业游民我不见。哎呀，先看看吧，长得可帅了，当我们家赘婿可行了。妈，能有多帅啊？再帅的男人没钱没本事，我也看不上。哎呀，姐，你可快别说了。走，先去看看，走。看看，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赘婿，是顾氏集团总裁顾少廷。你是顾少廷？小月公司的顾少廷？这个别墅也是你的？当然了，这世界上还有几个顾少廷啊？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早知道我就不让他当赘婿了。你还提赘婿，我脸都被你丢尽了。季小溪，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我的小姑奶奶，该说的我都说了，你怎么不听啊？顾总，我虽然没太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您千万别生气。我妈她不懂，她不是那个意思，您千万别开除我呀。顾总，我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没认出这是你的房子，还让你当我的赘婿。但是小月她是无辜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她计较。好不容易找到个工作，不能丢啊！都是误会。谁说要开除你呢？既然是小溪的亲戚，那就是我的亲戚。你们什么关系啊？我是小溪的追求者。您在追求他？他？我一定是在做梦。小溪，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样？说来话长，有时间我慢慢跟你说。阿姨，你放心，我是真的很喜欢小溪。你是顾氏集团的总裁，住这么大的别墅，我活了半辈子没见过这种别墅。小溪，她只是农村里一个普通人家出身的丫头，你喜欢她什么？我知道，你们有钱人就喜欢新鲜感，可能小溪这样的女孩你没见过，你就想玩玩，等玩腻了你扔了。可是小溪是我的女儿，我不允许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阿姨，我是认真的，我真的很喜欢小溪，绝不是玩玩而已。我妈和我爷爷都见过她了，也很喜欢她，只是小溪现在自己还没有同意我的追求。小溪，今天趁阿姨在，我再跟你表白一次，我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看到你跟别的男人出去，我生气嫉妒的要发疯了。我看到你开心，我比你更开心。有的时候你靠近我，我的心要跳出来了。小溪，我已经离不开你了，但我也知道你很犹豫，你有很多顾虑，但没关系，我都可以等。我会一直对你表白，直到你点头为止。小溪这丫头真是命好，有这么帅的总裁追她，还住这么大的别墅。哎呀，我们家小月哪里比她差了？哎呦，气死我！妈，你能不能别说了？我脸都被你丢尽了，以后别来找我了。小溪，你多照顾下我们家小月啊！大姑走了。那我也走吧，小溪。阿姨，我让四处备好了菜，晚上一起吃饭吧。够了，够了，太多了。哎呀，没事儿，这么多菜您多吃点。来，阿姨，您尝尝这个，我剥个虾给你吃。哎，怎么了？是不是呛到了？来，喝水。小溪啊，妈走了，你在城里要好好的啊。妈，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阿姨，您放心，我会照顾好小溪的。那就请你多多留心了啊。那阿姨的意思是接受我了？我的意思有什么用呢？得看小溪的意思。如果小溪愿意，我肯定也没有意见。阿姨，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你这是干什么？向你表白啊！我说了，直到你同意为止。你不要表白了。什么意思？拒绝我了？不是，那就是接受了，真的。是的，我说我同意做你女朋友。小溪。
婶婶，你怎么来了？我听你大姑说的，我来投奔你了。投奔我？听说你找了个金龟婿，小希啊，给婶婶找个工作吧。西西，啊，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啊，请进吧。还是城里人大气。哎呀，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这客厅顶我们3个屋了。哎，图图，你是不是手欠啊？好了，他是个孩子呀。小朋友，来，给你棒棒糖。姐夫好，姐夫好。什么？姐夫？对啊，是姐夫啊。红包拿好了。给他这么多钱干什么？这是我给孩子的，拿好了。你们今天不回村子了？我本来就是来找工作的，打算在北京住了。你让我走哪？你不会想住我们这儿吧？这可不行啊！西西，你是不是嫌我丢人啊？肯定是。哎呀，西西，对不住了。哎，这什么跟什么呀？我们什么时候嫌弃过你们啊？那你同意我们住进来了？耶，住大房子了！我也没同意呀。算了，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让亲戚住自己家有什么问题？婶婶把我的房间占了，你再给我安排一间吧，我睡哪？我们一起睡啊。什么？那可不行，你自己睡你自己的。我不想自己睡，我只想和你睡。你说这大丞相就是好啊！哎呀，你是不知道。不行，不能再让他继续住我们这儿了。再这样住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呢，太耽误我们了。耽误我们什么？哎呀，没正经，我是说耽误我们休息。但是动不动反悔的话，会不会不太好啊？我有办法，跟我走。西西，怎么停电了？西西，西西！啊，那里有人！奶奶，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把他们吓出好歹怎么办？不会的，我婶婶他们也这么吓过我，没事的。小西，难怪露娜说你有了钱就忘了本。你说什么？那夏婶婶是我做的，和他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婶婶，我说你为什么今天非要住在这里？原来是收了露娜的钱。你说他到底让你干什么？他就让我们轮番过来捣乱，没说别的。轮番过来？是啊，我在这里待几天，下周你二叔来接棒，直到顾少廷把你赶出去为止。这么恶毒，我好不容易求来的女朋友，再给我弄丢了。婶婶，你就这么希望我倒霉啊？我可没有，西西，你听我解释，我虽然收了钱，但是没办事。小西啊，你是不是得罪人了？他没得罪人，是我没有处理好事情。小西，明天我会处理好的，交给我吧。天哪，我看到了什么？那不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剪辑师吗？怎么这么快就勾搭上顾总了？顾总一定是图新鲜，还能真和他在一起不成？大家注意一下啊！今天我要介绍一个人，我的女朋友姬小希。姬小希恭喜顾哇，总！恭喜顾总！恭喜顾总！少廷，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了吗？不错。我一直以为你是跟我开玩笑。少廷，你忘了你之前跟我说过的话了吗？那些话我早就忘了，不过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你是不是让小希的亲戚来破坏我们的关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我们之间没有差距，倒是你露娜让我越来越陌生了。不是这样的，少廷，我只是因为太爱你了，少廷。露娜，现在我不爱你了。少廷，你忘了你以前说过的话了吗？你忘了我们那些美好的回忆了吗？
我每天都在想你什么时候跟我复合，而你却转头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你这么做，你对得起我吗？你就是因为我念及旧情，才一直扶持你们。可没想到你们陆家不仅不感恩，还以次充好，破坏集团的名誉，并且一直针对小希。露娜，现在你这个样子，我是一点都认不出来。不是这样的，我这是因为太爱你了，我不能失去你啊，少廷。你那不是爱，你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掌控欲。露娜，从今天起，你和你的妹妹陆瑶停薪留职，好好反省。什么？停薪留职？少廷，啊！你是不要我了吗？你是不要我了吗？放开我！我不放！露娜，我给过你机会了。少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保证，我不再生事，也不再针对季小姐。机会只有一次，你再不放手，我就要喊保安了。季小姐，都是因为你，要不是你的话，少廷怎么会这么对我？怎么还倒打一耙呀？季小希，我不会放过你的。露娜，我警告你，如果你再针对小希的话，我绝对饶不了你。姐，这可怎么办啊？要是父亲知道了，他不会放过我们的。无限杀手，再说一次，我要他消失。哎，怎么了？干什么？你别听他胡咧咧啊！她是我媳妇儿，有精神病，我要抓她回去看医生的。看来是真病了，首付都是她男朋友。哎，对，是吧？没事啊，走吧走吧啊，走吧。今天真是奇了怪了，人也见不到，电话也不接。李小希，我不会放过你的！啊，孙特助，哎，立马查监控。这是哪儿啊？好黑啊！你在麻袋里。你是谁啊？为什么要绑架我？甭管我是谁，有人呢要买你的命。买我的命？难道是露娜？哎呀，你也别怪我啊，这年头挣点钱不容易。你放心，我尽量一斧子下去就送走你，少让你受点苦啊。你知不知道杀人是犯法的？我只怕你有命挣，没命活。你少他娘的吓唬我，我能不知道？要不是为了赚钱，谁干这种活啊？你不就是为了赚钱吗？这样吧，我跟你商量个事儿，那个人花多少钱，我吃300。你想，我还不用杀人，不用挨枪子，多划算呀！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啊，嘴巴上说的好听啊，叭，实际上1分钱都没有，是不是？我男朋友可是顾少廷，这点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可要是你伤害我，他不会放过你的。你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啊。不过我告诉你啊，我们杀手也是有职业操守，要受害人随便说1、2句话我们就反悔，那么以后谁还会找我们啊？得了，时间差不多了。哎，姑奶奶，你疯了！你绑架我干什么？我真不是故意的。那个，你赶紧给我松开！不行。
有人要买你的命，我已经收钱了。你神经病啊！我纪晓溪，你要杀我？哎呀，姑奶奶，你真别怪我，确实有人花高价买你的命。你说谁啊？你说的不会是露娜吧？客户的名字是保密的。季老四啊，你真是长本事了啊！你是不是又去赌了？你干这行多久了？第一天。第一天你就绑我？这不是巧了吗？巧了。巧什么巧啊？我看你是想吃花生米了吧你！哎呦，姑奶奶，你不知道啊，水仔的人有多么可怕，每天就到我家门口堵我，见了我就是一顿打，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我受够了。怎么，你现在想去监狱让狱友打？没有啊，没有，我有了钱，我跑到国外去，谁能找得到我呀？你以为你真的能跑出去啊？你能跑出去，我把我的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多大的人了，你怎么还这么天真呢？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对不住了。小溪，小溪，你谁呀？你怎么走到这里来的？你后面还有没有人？你敢打我女朋友，你死定了！你，顾小天，我来救你了！季老四，你出息了啊你！竟然敢打晕我！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那时候穿开裆裤的时候，是我跟你在一起玩，人家欺负你的时候，是不是我在帮你出头？姑奶奶别打了！还有你那时候，你偷我家鸡蛋的时候，是不是我替你向你妈说情？要不然你早就被打了，姑奶奶，你知不知道你？别打了！你起来，给我到那儿去！小溪，刚才吓坏我了，就是你真出事了，那我也不活了。哎，我刚刚听他叫你什么姑奶奶？哎，以前一个村的，前年老婆跟人跑了，自己欠了一屁股赌债，然后你看现在还学人搞绑架。姑奶奶，你别说了，我心疼。痛什么痛啊？你刚给我后脑勺来一下，我还没说痛呢。还疼吗？现在？哎呀，没事了，放心吧。我都没用力的。季老四，你给我闭嘴啊！你说你为了这几个钱干这种事儿，你犯得着吗？你这说的清醒。你是嫁入豪门了，不知道我们乡下人赚钱多不容易啊。季老四，我好好带着你养鸡，一年少说也能赚个10万8万吧。你好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好吗？拉鸡巴倒吧！不是，你们起早贪黑干活累就不说了，赚的一大笔钱，还去养明年的鸡，还不如拿去赌，运气好还能赚把大的。季老四，你还敢跟我顶嘴啊？是不是你？天天赌钱，老婆都跟人跑了，你看看你，为了赌钱都敢杀人了你，真给老季家丢人。这样吧，你告诉我，是谁要绑架他的？开个价，要多少？真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8万。多少？哎呀，最少6万，不能再少了。我给你10万，你告诉我，是谁要绑架他？钱呢？我现在转你。好，是个女的，让我事成之后打这个电话。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啊。老四，你给我站住！你是不是又要去赌了？不用你管。你拿着这10万块钱去把赌债还清了，以后不要再赌了。
我带着你养鸡。我有了这笔钱，我能一把赚回来。赵四，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你有赌赢的时候，你就总有赌输的那一天。你想想你爸妈，还有你媳妇儿，以后跟着姑奶奶养鸡，我带你过上好日子。你报警了啊？你还说带我养鸡，你拖延时间的吧？亏我差点信了你。小心！顾少廷，赵四，我看你是现收拾。哎呀！哎呀，顾爷爷，我不是故意的，我太害怕了。警是我报的，有事找我，别怪他。有。你现在就去给我自首，进去之后给我好好改。如果没有改好的话，今天的事情我一定让你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姑奶奶，我一定改。出来之后，姑奶奶带你好好养鸡，好好过日子。放心吧，我肯定改。姑爷爷，你可要好好对我姑奶奶，别像我似的，等媳妇儿跑了再后悔，一切都来不及了。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你赶紧去吧你！还没回家呢，这么着急？想什么呢你？我看你伤怎么样了？没事儿，就这么忽然一下，不疼。不早说，害我那么担心你。啊？担心什么呀？担心找不着像我一样帅的男朋友？瞎说，我可是我们村的村花，喜欢我的人可以从这儿排到西伯利亚去了。那你可不能找别人啊！管不着。怎么了？刚跑的时候脚崴着了。真是个让人不省心的小丫头。来，上来吧。来啊！嗨，今天怎么这么乖啊？都给你包扎好了。早知道你伤这么严重，就不让你背我了。说什么呢？我是你男朋友，为你扛伤害，不是应该的吗？怎么了？你不是平时很厉害吗？怎么样了？顾少廷，你说我们两个是不是不应该在一起啊？我们才在一起几天，就出了这样的事，我们是不是不合呀？越是这样，我们越应该在一起。你想，如果我不在的话，谁保护你？所以以后啊，咱们干什么都要在一起啊！吃饭也是。哼，你吃饭没点儿，我跟你吃，我饿死了。那我以后准时吃饭，你什么时候吃饭，我就什么时候吃饭；你什么时候睡觉，我就什么时候睡觉。总之，我们两个要寸步不离。你当我是小孩子吗？哦，对了，那个指使老四绑架我的人找到了吗？找到了，孙特助说是露娜。我就知道。那现在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报警啊？当然。我还怕你舍不得呢。说什么呢？我和他就谈了2个月，早就分手了。而且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成熟，但我对你是真心的。哎呀，好了，我知道了，你不用着急，我相信你。我不会让任何人来伤害你，所有伤害你的人，他们都会付出代价。哼。好了，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哎，等等，我还有事儿要你帮帮我。过来，别老躲我。疼死了，你轻点儿。按完了，脚腕好些了吧？辛苦你了。对了，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啊？你这样是在给我求婚吗？会不会太敷衍了点儿？哦，好像是有点啊。哎，那你喜欢什么环境呢？法餐厅、游艇、
还是咱们去国外旅行的路上？哎，我跟你说话呢，睡着了，一晚我就睡着，渣女。顾少廷，别怕，我来救你，我保护你。傻丫头，我会永远保护你的。陆总深夜前来，有何贵干？少廷，谢谢你把娜娜绑架姬小溪的视频直接发给我，说明咱们之间还是可以谈谈的。陆总，您误会了，我希望露娜自首，也是想给陆家几分薄面罢了。少廷，要是娜娜去自首的话，她这辈子就毁了。难不成你愿意看她后半辈子在监狱里度过吗？少廷，我求求你，看在我们这些小矮的份上，你不要有我，真是荒唐至极。绑架姬小溪的时候，为何不念及旧情？你明知道我视她若珍宝，却想杀了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她真出了事，我该怎么活下去？少廷，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怎么那么爱他？你爱的人应该是我！闭嘴！丢人现眼的东西，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好了，不必演双簧了，我心意已决。如果露娜不自首，我立马报警。少廷，我让露娜给你下跪道歉，你能原谅她吗？这跪下！不必向我下跪道歉。你们绑架的是姬小溪，该向她下跪道歉。不用，我不用他给我下跪道歉。姬小溪，你原谅娜娜了？我没有侮辱人的兴趣，我只希望触犯法律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陆小姐，请你去自首吧。姬小溪，我就知道你这种睚眦必报的人是不会放过我的，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道歉。既然这样，我就只好报警了。姬小姐，我替娜娜向你道歉，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她吧。我不原谅。小陆啊，你一大把年纪了，道德绑架一个小娃娃。哎，小西西不好意思拒绝你，我要拒绝你，要小西西原谅你孙女，做梦！过劳得饶人处且饶人啊！那你把50%股份给我啊？怎么可能？那就说明你没有诚意，这点都舍不得。你说句话呀！我一把年纪，还要豁出老脸，替你收拾烂摊子。当初是你看上顾家家产，让我和顾少天谈恋爱，也是你在顾家出现危机的时候让我跟他分手自保。如果不是你，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吗？你跟他道歉是为了我吗？不是，是为了你们陆家的收益。你们没有人爱我，你们都不爱我。你个不孝女，我不管你了，自己惹的祸自己扛。姬小溪，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不好，他要自杀了！哎呀，快报警！没受伤吧？放心吧，我没事儿。你愿意？我愿意。哎呦，我有孙媳妇了！刚才吓坏我了，我以为你要被露娜伤害了。
你放心吧，我就算是为了你，也不会让自己再受到伤害的。哎呀，那么你们俩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呀？马上就办。好啊！爷爷，我想我们的婚礼能不能去杏花村办呀？可以，当然可以呀！我本来想啊，北京办一场，老家办一场，法国办一场，美国办一场。爷爷啊，你要累死我们呀！你呀，哟，你闺女今天结婚，你不在家待着，跑这儿吹什么风啊？我来接我女婿呢。到底是城里姑爷，竟会摆谱，还让丈母娘来接。看来你们家西西以后啊，是没好日子过喽。是我自己要来接的，怕她找不到路，误了吉时了。你们家小西啊，脾气倔得像驴，也就你自己宝贝，谁稀罕？你说我可以，不许你这么说我们家西西。我告诉你啊，我女婿长得可帅呢，像大明星。帅能当饭吃吗？合着进城找了个小白脸呗？哼，我们家女婿可有钱呢。瞧见没，我女婿来了，你就吹吧。见着豪车就说是你女婿，那车是一般人能开的？爸，今天妈跟你约法三章，你要同意了才能进村娶我闺女。这怎么不愿意啊？还上赶着娶你家闺女，你看他搭理你吗？妈，只要西西同意，别说3张，300张我都可以。从今天开始啊，你要只疼西西一个，宠她，不许骗她，不欺负她，不骂她，相信她。她开心，你要陪她开心；她不开心，你要哄她开心。始终觉得她最漂亮，做梦都会梦见她。在你心里啊，只有她。能不能做到？重复一遍。这个宠她，呵护她，相信她，不骂她，对她好，做梦都会梦到她，觉得她最漂亮，心里只有她。看见没？口头答应，谁不会啊？妈，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说到做到。哎，快上车吧。哎，你干啥？咱两家就隔一道墙，捎捎我。我还没坐过这么好的车呢。对不起。哎，小西啊，今晚就把那事儿办了呗。好，这种事儿说那么直接呀？对啊，早办事儿早怀孕嘛。你俩会生几个？啊，我们打算生12个。12个？生12个我是能养，但你不累啊？这有什么累的？你去打听打听，季家村谁家没有10个8个的？再说我们西西能干。西西是能干，生12个，我怕你身体吃不消呀。我不怕嘞，有付出才有收获嘛。生12个，能卖不少钱吧？卖掉。不错，生完之后就去阉掉，免得到处发情。走吧，我们去准备一下。哎，西西，咱妈是不是有点老年痴呆？你才老年痴呆呢！她刚才说要把我阉掉。不是，我妈说的是她送我们俩的贺礼2头猪。猪？哦，怎么，你真想跟我生12个？12个太多了，生1个就够了。你这么心疼我呀？还是你不行？要不要现在试试？